8·1建军节前7月31日，日本还魂了所谓的情报机构。同时，熊本县的地震从728一直震到731。虽然他们鬼子不信邪，可日本半导体的命门却是实实在在的被大自然给拿捏了。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心脏，也就是说，在日本的传统制造业因为中东冲突从末梢逐段坏死的过程中，它的高端制造业的支撑也被强震冲击。一个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的制造业国家被如此的掐头去尾，还有自媒体在喊美日联合支持日元汇率了。真的，这是我在建军节听到的最晦气的笑话了。靠美国救日元，就跟日本给灾区叠千纸鹤绝对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的，被嘲笑了这么多年，小本子们的千纸鹤又准时的出征了。2026了，往灾区送垃圾这种包浆乐子还在上演。日本民众依然乐此不疲，不少账号在平台上呼吁日本网友每人叠100只千纸鹤，统一寄到熊本灾区最严重的那个地方。还有评论认真的附和，祈愿的力量不能被小看，整个氛围庄重严肃就像在完成一项什么神圣的救灾使命一样。最好笑的是，各种灾区救援指南和志愿者都在大声疾呼，反复强调不要千纸鹤，不要千纸鹤，来了都是垃圾，捐赠现金最有用最有帮助。然而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本子民众，那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折腾千纸鹤那有些大聪明就说了，那是人家的文化特点。其实我也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搞100万日元纸钞，然后折成千纸鹤寄过去，灾区绝对夹道欢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人干呢这真的是是不是有人上坟烧报纸糊弄了鬼子，结果让鬼子学会了用彩纸来糊弄彼此花花绿绿的彩纸叠完拍照发网上，情绪价值拉满显得好像很团结又很有用的样子。至于实际的效果，甚至于说需要帮助的灾区要接受他们这份沉重的仪式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不是他们考虑的内容姿态做足了，流程正确了，那就可以了。这才是日本社会最真实的面貌，形式大于实质，结果并不重要。而这种不要结果的千纸鹤思维，恰恰就是现在日本赌上国运去搞半导体复兴，以及在当前节点上疯狂挑衅的一个底层逻辑。728熊本县突发7.1级的浅源地震，台积电熊本工厂的防震警报瞬间触发，生产线自动执行紧急停机程序，高速运转的晶圆传送链立刻锁定。因为对于精度要求达到了纳米级别的半导体制造而言，哪怕是轻微的震动都可能导致整批的晶圆报废设备参数偏移。地震后发生的数小时之内，熊本县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接连发布停产公告。索尼半导体熊本技术中心全球 CMOS 的图像传感器核心产能阵地，负责供应全球半数以上的智能手机、车载影像设备的核心元件，第一时间宣布全面停工，启动建筑与设备受损排查，复工时间尚未明确。瑞萨电子的2座工厂同步停产检修。作为全球车规级微控制器的头部供应商，瑞萨的产能直接关系到的是丰田、本田等日系车企的生产线运转，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半导体设备3巨头之一的东京电子在熊本县有2座研发制造基地全部暂停运营，其生产的图布显影设备在全球市占率超过 90%， 是所有先进晶圆厂都离不开的核心装备。此外，三菱电机熊本功率半导体工厂、人员制作半导体清洗设备基地以及富士胶片、信越化学、东京硬化工业等上游材料厂商均先后启动应急停工与设备安检。粗略统计，仅震后首日，熊本县内就有10余家半导体产业链的核心企业集体休克，覆盖晶圆制造、芯片设计、设备生产、材料供应全链路环节。这就意味着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板块被一场地震定点爆破了。熊本所在的九州地区素有日本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承载区。九州半导体产业的这个产值占到日本全国总量的 56.3%， 年产出规模突破1万亿日元，而熊本又是九州半导体的绝对心脏。2021年4月到24年6月之间，九州岛落地的100个半导体相关的投资项目中，熊本县独占52个，仅台积电熊本工厂的投资额就占到同期九州半导体总投资额的 60% 以上，可以说是拿了国本去赌这件事情。如今熊本聚集了超过200家半导体制造及配套企业，形成了从上游材料到下游封测的完整的产业生态，是日本政府半导体复兴战略最核心的样板工程，被日媒称作日本半导体重返巅峰的希望之地。现在好了，希望之地被本子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给扇了头一回见到精准如斯的地震波。
728小鬼子首次试射美式战斧导弹。731当天，小泉进次郎公开宣称要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相关的政策，重新审视无核3原则。搞事的早苗当天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于是日本的高端制造业精密仪器就在连续的5到7级的震荡中逐步陷入瘫痪。时也命也啊，同时这样也把日本高端制造业估值最需要的稳定预期给震碎了。虽然日本声称自己的工厂抗震标准很高，不必过度担忧，这句话呢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抗震标准能保证厂房不坍塌，设备不倾倒，却保证不了不停工、不减产、不影响全球交付、不影响设备的精度。可喜可贺的是，日本把半导体复兴的全部核心筹码都堆在了熊本这个非常高发的地震带上用数万亿日元的补贴搭建起了一个看起来很完备，实则异常脆弱的产业堡垒。震一次停一次，检修一阵，良率掉一批，成本飙升一波。半导体制造是需要连续且精密的流程的，晶圆需要经过数百道的工序流转，任何一道工序意外中断，整批的产品都可能报废。地震发生时，哪怕只是短暂的晃动，生产线也必须紧急停机，随后进行全面的设备校准、参数复核、良率验证。这个周期短则数天，长则数周。对于全球供应链而言，数周的断供就足以引发产业链的连锁反应。车企生产线停工，消费电子新品延期，终端产品价格上涨，蝴蝶效应之下，损失远不止工厂检修的成本。比如正在建设中的下了血本的台积电熊本2厂，规划导入3纳米制程，总投资超过2万亿日元震一次废一批，就这个成本之高，堪称是无底洞啊！在过去，日本的综合制造业能力还有优势，地缘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全球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就忍了。而现在有我国同类产品稳定的产业替代能力的情况下，问如果你是终端企业，现在这次地震你正在忍受着功率半导体现货价格预期上调的成本压力，车规级芯片交货周期延长的生产不确定性，以及图像传感器终端供应紧张需要寻求替代的现实，你愿意赌在地震带上的这个熊本下次不会再地震了，还是赶紧找一个更靠谱的替代的货源呢？这次能恢复，下次是不是一定厂房还能恢复呢？而一旦产业链的末梢开始因为供应链的不确定风险重新做出选择，资本市场的估值模型立刻就会改变，那么全球经济体对于日本主权货币的评估也会随之改变。咱们说点正经的知识一国货币背后都有3大支柱：出口、利率、外汇储备。日本的外储号称有1万亿美元，然而因为美国现在借新还旧都快撑不住的局面，是绝不允许日本抛售美债的。也就是说，日本可动用的外汇储备需要刨除它持有的美债才行。那剩下的那点即便拿去填汇率的无底洞，它也是一个坐吃山空的局面。那第二条腿，利率方面，日本的债务高达 GDP 的230%，直接就锁死了日本央行的加息空间。如果强行加息，光利息就能够掏空整个日本。那么第三条腿，唯一能够根本性的解决日元贬值问题的，其实就只有出口。日本没有资源，没有农产品，只能靠工业品出口。现在中东打的是一船难行，日本的传统工业从化工开始节节坏死。化工业的产能一旦关停，所有后面需要化工材料作为基础的日化、包装、汽车零部件、高端机床等等行业，全部的产能都要受限。现在呢，日本的高端制造业的命根子熊本也被大自然捏住了命门，从粮食到能源，什么都得进口的国家，工业制造又出了问题，出口自然就严重萎缩。支撑日元的这3个支柱现在都是缺的。所谓美日联手撑住日元，就跟用千纸鹤救灾没有什么不同，面子上假模假式，实际上还不如没有。8月1号凌晨就有消息放出来说，美国财政部曾经通知多家银行可能于周五，也就是7月31号干预日元汇率即美日试图联合干预支撑日元。那消息放出来让日元升值了一波，实际上呢啥也没做。现在的美国无论是联储还是财政部都是靠嘴调控，你信就灵，不信其实他分儿逼没有。而所谓美日联合支撑日元，实际上是因为日本对美有顺差，美国不希望日元持续贬值，扩大美日之间存在的贸易上的不平衡。稳定日本汇率其实也很简单，美国只要允许日本卖掉手里的美债，前面瘸的那3条腿有一个支棱起来了，它是可以的。
可是这样一来，美国长债本来就已经卖不出去了，日本如果一抛，就等于是在用美元去救日元，现金折千纸鹤那种。这个是真的美日联手，非常实用。可是美国愿意吗？他当然不愿意了，哪有人都吃不饱，拿自己的口粮去喂狗的呢？所以贝森特要求的是日本加息去稳定汇率，这个就是千纸鹤型联手啊。小本子你自己砸锅卖铁，坐吃山空，撑住汇率，不许抛美债。美国政府现在都借不到长债了，得靠短债借新还旧，撑住那39万亿美元的国债利息。我不敢加息，所以你去加息，是这个意思。那日本说了，我的债也不少啊，加息我也还不起啊。那这就不是他美爹需要考虑的问题了。早都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小本子手里拿着的那是美债吗？那是保护费的收据。所谓的美日联手，那就是千纸鹤救灾一样，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一点有用的支持都不会给，就这么个事儿。也就是说，只要现在中东冲突短时间内难以结束，日本从能源到粮食，从工业原材料到出口市场都会受到剧烈的冲击。只要日本的高端制造业还在地震带上难以分散，自然灾害的这头灰犀牛就随时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从那些高端精密仪器上彻底碾过。只要日本的经济军事主权高度依赖美国，它的汇率支撑就是瘸腿的状态。只要日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豪赌国运的这个倾向，那它的未来就必然是被中俄同时锁死在日本内海。美国在中东现在早已自顾不暇了，想靠老嫂子的2句话救护日元的周全啊，做他的春秋大梦吧。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